陆成，你家的3亩水田没了。马会计，那3亩田是我爹留下的，凭什么没了？村里统一规划，你家劳力少，留着好田也是浪费。那3亩水田划给你二叔家。大侄子，别怪二叔，村里安排谁都得服从。哥，你也别难过，村里不是还给你留了一块地吗？村东老堂归你家，承包费1年20。村东老堂那地方臭了多少年了？夏天蚊子能把牛叮跑，白送我都不要。陆成这下真成堂主了。爹，我哥以后不叫陆成了，改叫陆堂主。马金贵，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，那糖能种粮吗？能养活人吗？我家小马还要上学。陈秀兰，村里分包是按规矩来的，不服你找村里开会。现在不就在开会？陆成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老堂我要。哥，你疯了！不过我要改条件。你还敢提条件？承包10年，租金10年不涨，中途不许收回。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你签字。大侄子，你真想清楚了？那堂可没人抢。没人抢最好，省得以后有人眼红。嘿，谁眼红那臭水坑？我看你是气糊涂了。行，你有志气，10年就10年，到时候亏了可别来哭啊！橙子，二叔劝你一句，年轻人别逞气。你要是真过不下去，来我家帮忙插秧，1天管2顿饭。二叔，你拿了我家的3亩田，最好种出金子。这小子完了，臭水塘还能变银子，等着看他赔的裤衩都不剩。哥，咱们以后怎么办啊？收好。我看向村东，那片老塘隔着几排屋尾，只露出一点发黑的水光。他们以为扔给我的是烂泥。小满，从今天起，那是咱家的命根子。当晚陆广才家摆了2桌酒，村里人都去恭喜他分到好田。我没去，我直接去了村东老堂。哥，你现在就干？他们在那儿今晚庆祝，那咱们就今晚开工。我蹲下摸了摸手指沾着凉。哥，这水怎么了？这糖没死，那它就是钱。第2天一早，我在老塘边挖沟，陆小满负责拔草，我娘坐在塘埂上贼草根。橙子，要不咱还是找村支书说说，这糖没人要，不是没原因。娘，昨晚合同盖了章，从今天起，这糖要是赔是咱的，要是赚也是咱的。你爹要是在就好了。他要是在，也不会让人把田抢走。陆堂主，忙着呢，这糖味儿够冲啊！你是打算养鱼还是养蛤蟆？我看养蚊子最合适。你们少嘴贱！陆建民，你家好田不用管，还有空来看我的糖？我家田好，插下秧就能收粮。你这糖嘛，怕是收一塘臭泥。那你记住今天的话。咋的？你还想让我后悔？哈哈哈哈哈！行，我等着。哥，你刚才怎么不骂回去？骂赢了不算赢，等他们闭嘴才算赢。我先把塘里的臭水放掉一半，又沿着塘边挖出一道培水沟。哥，你哪来的石灰？找砖窑赊的。赊的？咱已经没钱了。没钱才要把塘弄活，这不是花钱，是买命。晚上我打着个马灯量水深，用竹竿一段一段插，东边3尺2，西边1米7，南角有活水，北边淤泥厚，要挖。哥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？部队里修过蓄水池，
水不怕脏，怕不流；糖不怕烂，怕没人管。第3天，我去了县水产站买鱼苗。先请教。请教不要钱，听懂要脑子。你是哪村的？清河村，鹿城。清河村。村东是不是有口臭糖？前几年有人说要养鱼，3个月全翻肚。现在那塘归我。你胆子不小。胆子小就没饭吃。图带了吗？我把昨晚画的塘图拿出来，上面标了水深、出水口、淤泥层、活水点。这是你画的？谁教你的？没人教，自己量的。你这塘不是不能养，是没人会收拾。先清淤，撒石灰，晒塘底，再引活水，别急着放鱼。多久能放？快也得半个月。鱼苗怎么买？你先把塘整干净，我再卖你，不然鱼苗进去就是糟蹋。您怎么称呼？梁怀山。梁师傅，半个月后我来请您看塘。年轻人，话别说太满。陆成，哎，你要真能把那塘清出来，第一批别买桂鱼，先放鲫鱼和草鱼，稳。我记下。陆堂主进城取经去了，是不是县里告诉你臭水塘能养龙啊？哥，咋样？我把梁怀山的话告诉他。真的能养？能。那咱什么时候放鱼苗？先把塘底晒出来。当天晚上我请了2个肯出力的后生，按天算工资，钱不够我打了欠条。陆广才听说后专门跑来。大侄子，你还欠钱雇人？你娘要钱不要了？你妹学费不要了？二叔，你这么关心我，不如把3亩田还回来。不识好歹。那就少管。半个月后，臭水放净，塘底晒出裂纹，活水沟也通了。梁怀山真来了，他绕塘走了一圈，蹲下看水，又看我记录的本子。老头儿，别被他骗了，这塘养啥死啥。你养过鱼？我没养过。没养过就闭嘴。可以进水了。陆成，你这塘要是按我说的来，能出东西。鱼苗要钱，我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只凑出37块6毛。哥，这不够。娘，这是你爹当年给我的，拿去当了，拿着。天没了，我不能再拖你后腿。娘，你要赌这一把，娘跟你赌。我一定赎回来。第2天我去了镇上当铺，换了80块。全家底？差不多。怕不怕？怕。但我更怕一辈子被人踩着。这2桶算我借你的，秋后还。梁师傅，少废话，好好养，别给我丢人。鱼苗进村那天，看热闹的人比赶集还多。真买了？看着也没多少啊。这么小，怕是麻雀都能叼走。陆成，你干啥？再碰我的塘，我就带着合同和人证去村委。你要不要试试？
大侄子，建民就是闹着玩儿。我的鱼苗不是玩具。松手！陆成，你别得意，几条小鱼苗，看你能宝贝多久。我没理他和小满继续一起放苗。梁怀山教我的规矩我照做，先在塘边环水，再分批投放。东边浅水区放鲫鱼，深水区放草鱼，进水口拦竹篾，防止鱼苗被冲走。村里人看不懂，只觉得麻烦。嘿嘿，养个鱼比伺候祖宗还细。祖宗不一定给我钱，鱼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早晚巡塘，小满负责记账，写下投喂时间、水色变化、鱼苗情况。我娘身体不好，也坚持给我割青草。有天中午，陆广才路过，见我在塘边撒草料，又开始说风凉话。大侄子，你这样折腾，一个月能挣几块？不如把它还给村里，来二叔家干活。二叔，你这么想要我的糖？哼，谁要你那破糖？半个月后，鱼苗不但没死，反而长得很稳，成活率不错。有多不错？比很多老养鱼户都强。养活只是第一步。那天傍晚，我正在塘边修竹篮，陆建民又来了。陆成，你别以为请了个老头就能发财。你有空管我，不如回去管你家的田。我家的田好得很，那是我家的田。分包册上写我家的就是我家的。分包册能写，账也能查。陆建民，你最好祈祷那本账没问题。你吓唬谁？谁心虚，谁知道。去你的吧！哥，你真要查账？不是现在，那什么时候？等他们自己急。鱼长得越好，他们越急。第18天清晨，塘面泛起一圈圈细密水花。哥，鱼抢食了！这塘真养活了。入秋前，我决定试捕第一网。消息一传出去，全村都来了。大侄子，别紧张，一网下去，哪怕捞出2条，也算你没白忙。爹，万一捞上来一网泥鳅呢？你们等着看就行。慢点拖，别乱。下网。渔网撒开沉下去，四周忽然安静，网绳一点点收紧，水面开始翻花。动了！动了！动了！我用力一拽，2个后生跟着往后拖。这么肥，这不是鲫鱼吗？个头咋这么大？草鱼也有，活蹦乱跳的。小满，你去把秤拿来，称重。第一网68斤，第2网52斤。只是事物我没敢多下，可岸边已经炸了。这塘真出鱼了！早知道我去年就要了。臭鱼塘咋变成这样了？糖还是那口糖，人不一样。他是县城国营饭店采购员，梁怀山介绍来的。这路也太难走了。梁师傅，你说的活鱼就是这儿？自己看。这鱼不错。陶采购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这塘以前臭得很，鱼肯定有味儿。你是养鱼的？我鱼鳃鲜红，鳞片完整，活性足，有没有味儿？我比你懂。这一批我全要，按县城活鱼价，每斤1.2块。1.2块？那100多斤不就是100多块？陆城要发财了。今天只是试捕，能供120斤，称多少我要多少。以后能稳定供货，我给你签长期。可以，但我要现金结账。
哈哈哈，够谨慎。穷人不谨慎，容易白忙。他当场数钱，144块。去镇上，把娘的镯子赎回来。哥，去。二叔，第一网没捞出蛤蟆。大侄子，运气不错。不是运气，是我半夜挖沟、清塘、计水温、守鱼苗换来的。才100多块，看把你能的！我家3亩好田，秋后一收，比你多得多。那你收好了。你等着！那天陶国庆拉走了第一批鱼，村里人跟在车后看了很久。晚上小满赎回银镯，给我娘戴上。橙子，咱家是不是能缓过来了？能，但还不够。还要干啥？扩大投喂，修塘地，准备第2批苗。哥，你还要投？鱼塘刚证明它能赚钱，现在才是别人眼红的时候，咱要快一步。半夜我照例巡塘，走到鱼苗区时我停住了。塘边湿泥上有一串脚印，不是我的，也不是小满的。脚印从村路过来，绕到水边又折回草丛。我蹲下看了很久。第2天一早，我在塘边挂了3个小铃铛，又用草绳做了暗记。哥，谁来过？我把草绳系好，鱼见了钱，狗就闻着味儿来了。陆建民，今晚别睡太死。夜里3更，塘边铃铛响了，不是风响，是有人碰了草绳。哥，来了！别出声。我从后门绕出去，藏在芦苇后。月光淡，塘边有2个人影。轻点儿，别把铃铛弄响。建明哥，这真能行吗？怕啥？他家塘这么大，少几10斤鱼看不出来。明天拿去镇上卖。哼，他们带了网和鱼篓，显然不是第一次踩点。抓到了。陆成，大半夜你躲这儿干啥？里面已经有10几条活鱼乱跳。我守自己的塘，你呢？半夜带网路过。这塘是村里的，我抓几条鱼咋了？哼，看清楚，10年承包期内，塘里的鱼是我的。他的同伙想跑，被我请来的后生从草堆后拦住。我早有准备。很快，村里人被喊醒。陆成，你大半夜闹什么？问你儿子。爹，我没有，他冤枉我。建明哥，不是你说来抓鱼卖钱的吗？你胡说！村民看着地上的网、鱼篓、脚印，还有那几条鱼，没人再信他。橙子都是一家人，建明年纪小不懂事，抓几条鱼算啥？他25了，不小了。大侄子，你非要把事儿闹难看？二叔，他偷的是我娘的药钱，我妹的学费，也是我半夜清塘流的汗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写保证书，偷鱼多少，按饭店收购价3倍赔。再有下次，直接送派出所。你敢？那现在去派出所。建民这事儿做的不对，该写。是啊，人家养的鱼凭啥让你偷？亲戚也不能这么干。写。赔钱。多少？小曼，称鱼。 26斤。按1块2 3倍，93块6，抹个0，94。你抢钱啊！偷的时候不嫌多，赔的时候嫌贵。陆成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的是你半夜偷鱼，要不是看在同姓陆，今晚你已经在派出所了。还嫌不够丢人？走。
第二天偷鱼的事传遍全村，陆建民在村口被人指指点点，气得摔了茶碗。陆成，你还缺人手糖不？我家小子夜里能熬，你要是雇人，算我一个。我挑了2个手脚勤快、家里老实的，按夜给工钱。哥，咱又花钱。鱼值钱了，糖就不能只靠我一双眼睛。那陆建民还敢来吗？哼，偷鱼他不敢了，但狗急了会换招。果然3天后，塘里一角的鱼忽然不吃食了，水面泛起不正常的白沫。成哥，不对劲儿！有人动了水。哥，咋办？堵住隔水口，把这片水先隔开。是谁干的？这次不让他写保证书了。那片水被及时隔开，损失不算大。可我知道这不是小事，偷鱼还能说贪小便宜，动水就是想毁我整口糖。我先取了水样，用瓶子封好。我又请梁怀山过来。水被人弄脏了，鱼会全死吗？幸亏你哥分区隔开，不然麻烦大了。你得报村里，也得留证。我知道，别冲动。你现在有糖，有订单，有合同，不能为了这种人把自己搭进去。梁师傅放心，我不冲动。当天晚上，我让守堂的人照常歇在草棚，自己藏在进水沟旁。深夜脚步声来了，他刚靠近水沟，村支书、2个民兵梁怀山，还有前2晚帮我守堂的后生站了出来。陆建民，你半夜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路过。你路过我鱼塘的次数，比你路过自家田还多。带走，明天村里开会。支书，我错了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他，没想真弄坏啊！你个混账！成子，都是亲戚，建民一时糊涂，你看这鱼也没死多少，赔钱，二叔赔钱。这次不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偷鱼，我让他写保证书，动水毁塘，这是破坏生产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陆成，你非要把你堂弟往死路上逼！二叔，你别跟我讲亲情，亲情不是给坏事垫底的。第2天村里开会，陆建民低着头站在前面，昨晚那股狠劲儿没了。陆建民破坏承包糖生产，先交派出所处理，再按实际损失赔偿。以后村里任何承包项目，他3年内不得参与。支书，我说2句。陆成这堂最近偷鱼动水，闹得全村不安生。再说当初承包费1年20，确实太低。现在糖赚钱了，集体利益不能受损。我建议村里重新研究村东老糖承包资格。你说啥？当初没人要，硬塞给我哥，现在赚钱了，你们想收回？小姑娘别乱说，村集体的东西当然要以集体为重。我觉得马会计说的对，不能让个人占集体便宜。是啊，1年20太便宜了，那糖现在值钱了，重新发包也合理。说完了吗？陆成，你有意见可以提，但不能对抗村里决定。第一，合同写明10年承包，租金不涨，中途不许收回。第二，村委盖了章，你马金贵签了字。第三，如果你们觉得当初分包不公，要重新研究，我同意。那就把我家3亩水田为什么变成我二叔家的也一起研究。陆成，你别乱咬人！我咬没咬人，查账就知道。什么账？陆小满把这些日子整理的旧公告、村民签字、田亩记录一张张摆出来。分包册前后数字对不上，少的不止我一家。啥？不止陆成家，我家去年也少了半亩。马会计，你解释解释！想查我的糖可以，先查你的账。以前没人敢碰马金贵的账本，因为他管着公分违账、承包册、集体收支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把头开了，其他人也敢说了。我家分到的南坡地比册子上少1分半。我问过马金贵，他说我不懂量地。我家荒地承包费交了2次，收据只给1张。陆广凡家凭啥多出2亩好田？谁批的？
都安静！账不是你们想查就查的。马金贵，把账本拿出来。账本在我家，得回去取。我陪你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被你改没3亩田的人。一起去。账本拿来后，问题很快漏了。我家原本3亩水田被划掉重写，旁边没有村民签字，只有马金贵一个人的私章。陆广才家的名下则多了3亩调整田。支书，这事儿我不知道，都是马金富安排的。陆广才，你少装！当初你提2瓶酒来找我，怎么说的？你忘了？你忘了？哥，咱家的田会拿回来。马金良暂停会计职务，账本送乡里核查。陆广才多占的田先登记，等处理。我家已经插了秧，别人家的田你插了秧也不是你的。陆建民又因为破坏鱼塘被处理，我以为他们至少会消停一阵，结果没过几天。陆成，你什么意思？陶采购，什么意思？你昨天送到饭店的鱼，客人投诉有泥腥味，还有几条半死，你要砸我招牌？我昨天没送鱼。不是你，我这几天没出堂。账本，小满立刻把出货记录拿来，上面清清楚楚，最近一次送货是3天前，签收人就是陶国庆本人。那昨天是谁冒你名送的？陶哥，不好了，那批鱼做出来味儿不对，经理让你赶紧回去。走，一起去。后厨门口围着几个人，几个盆里的鱼一看就不对，鳃暗鳞乱，肚皮发软。这不是我的鱼。鱼不都长一样？这鱼是死水塘养的，泥重，运输时间长。我的鱼当天出塘，竹排编号，活水桶送。你能证明？能。我让小满骑车回村，带1桶刚捕的鱼来。半小时之后，2桶鱼摆在饭店门口，一边半死不活，一边活蹦乱跳。昨天谁送来的？说是清河村陆家的。哪个陆家？站住！这个人我知道，是陆广才的远房亲戚。是陆广才让送的。他说都是清河村的鱼，饭店分不出来。把破鱼冒充好鱼，还敢冒陆成的名？你干啥？回村。这事儿你不管？当然管。怎么管？我看着那2桶鱼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鱼每一批都挂编号牌，写出塘时间、重量、送货人，谁再冒充，谁赔饭店损失。陆成，你这规矩好，这样我跟你签长期供货，只要保证品质，我们县饭店以后优先收你的。哥，二叔本来想抢生意，结果把长期合同送到咱手里了。人急了就容易蠢。刚进村，陆广才就拦在路中间。大侄子，你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？二叔，是你把臭鱼送进县饭店，不是我。我也是想挣点钱。挣钱要靠本事，不是靠冒名。你等着，你这糖吃独食，村里迟早容不下你。那我就让全村都吃上这口饭。我看向一片片小塘、小沟、小水面，县城饭店的订单，只靠我1口糖确实不够了，是时候把局做大了。我这贴出告示那天，村口挤满了人。告示很简单，是招3类人：有糖的带糖入组，有利的按工分钱，有钱的按份入股，统一鱼苗，统一投喂，统一检验，统一销售。丑话写在最前面，不按规矩喂，出局，私下冒名卖，赔钱，偷鱼坏水，
送派出所。陆成这是要当老板啊！人家能把臭水塘养出鱼，你能吗？我家有个小塘，荒着也是荒着，我愿意试。我把合同念给他听，一条一条确认。陆成，婶子信你。信我可以，但字还得看清楚。以后分钱靠合同，不靠嘴。这话实在。第二个是王木匠，他不出钱，他出工，负责做编号木牌、鱼篓和竹篮。第三个是村里老实兴盛大勇，他夜里守堂，按月拿钱。有人带5块，有人带10块，有事啊！还有人只带1双手出力。我都照规矩登记。陆广才站在人群后，脸色难看得很。陆建民被处理后老实了不少，但他还不服。爹，他们都去给陆成送钱了。哼，一群没见识的，等他赔一次就都哭。1个月后，第一批合作堂出鱼，虽然不多，但每户都分到了钱。我那半亩荒塘以前只长草，现在1个月给我12块。王木匠也拿到钱和分红，2样加一起比他做半个月木活还多。这下村里彻底坐不住了。陆成，我家后沟能不能养？我出20，算一份行不？我儿子能干活，你给安排个活。哥，真让他们都进？挑，守规矩的进，想占便宜的不进。大侄子，二叔有事儿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这么生分。我家西边也有口塘，虽然不大，但水还行。你看，能不能也带带二叔？当初我哥接臭塘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养蛤蟆吗？小满，大人说话，你插啥嘴？你家的塘，我不收。为啥？第一，你家账不清；第二，你儿子偷过鱼，坏过水，我每说一句，他脸色就难看1分。第三，你用我的名卖过臭鱼。合作组最重要的是信用，你家没有。陆成，你发财了就不认亲？你抢我家田的时候，认过亲吗？你别太绝！我不绝，我按规矩，我按规矩。你要是真想进，先把饭店那批冒名鱼的损失赔了，再公开道歉，最后等3个月考察。陆成，你还让我们道歉？你可以不道，门在那边。你这样落的，赶紧说什么去？陆成这规矩硬是硬，但公平。是啊，他没因为谁穷就不要，也没因为谁是亲戚就松口。跟着这样的人干，心里踏实。合作组越做大，梁怀山每周来1次，教大家看水色、控密度、防病。陶国庆带着饭店经理来考察，看完后当场追加订单。陆成，县招待所也要活鱼，还有2个单位食堂问我，量太大，短期供不上，所以你得扩。我听说县水产公司最近想扶持几个示范户，你这套编号和统一供货很像样。水产公司能签大合同？能，但人家要看规模、看账、看稳定。我们有账。这账谁记的？我。不错，比不少小厂都清楚。我当即决定整理所有合作堂，统一挂牌。3天后请县水产公司来看。消息传开，村里人都兴奋。3天后，县水产公司的局普车还没来，陆广才先来了。他拿着一张欠条。大侄子，二叔那口塘，你收不收？现在想卖，建民亲事黄了，房子钱还不上。你要是收，二叔便宜点给你。按市场价评标准合同，不压你也不抬你。签了，堂归合作组，钱分3次付，账上走。咱们叔侄，你还这么公事公道？二叔，讲亲情的时候，
你晚了3年。县水产公司来考察那天，清河村像过年，村路被扫得干干净净，每口合作堂旁都插着木牌，1号堂、2号堂、3号堂，每块牌子背面都有投苗时间、育种、负责人。没一会儿，县水产公司的人来了，他是水产公司副经理，姓蒋。谁设计的？我和我妹商量的。进苗、投喂、出糖、销售、分红，都记了。都记，每笔钱都有签字。账清楚是好事。新来的会计跟在旁边，脸上陪着笑。陆成这孩子肯干，村里也支持。我没拆他台，他们这批鱼密度控制的稳，水质也跟得上。哈哈哈哈！梁师傅都夸，那说明是真不错。这就是以前没人要的臭糖。对，陆成接手前确实慌了好些年，现在看不出来了。陆广才站在人群后，听见这话脸色难看。陆建民低着头不敢出声。陆成，如果给你年度供货合同，你能不能保证稳定？短期内不能保证大批量，但可以分批稳定供，每批编号，每车称重，每次留记录，质量不合格不出糖。你倒是不吹牛，吹牛可不长鱼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先签试供协议3个月，如果稳定，转年度合同。我是没啥，可我妹激动的手都抖了。好事儿，这是咱清河村的大好事儿！陆成真把臭糖变金糖了。当初谁笑的最大，现在谁脸疼？考察结束后，蒋经理提出要看合作组成员名单，陆小满递过去。陆广才的这口糖，今天刚入组，还没入，正在评估。蒋经理，我是陆成二叔，我的糖也不差，只要公司要，我立马交出来。他家糖水质要重新测，信用要考察，不能直接入。陆成，你别在县领导面前给我难堪！陆广才，你要进组就按规矩。我们当初也签合同交账听安排，凭啥你一来就特殊？就是，合作组不是你陆家的私事。合作组织最怕人情坏规矩。陆成，你这个把关是对的。这句话等于当众给我撑腰，陆广才彻底没声了。当天中午，村里临时摆饭招待县里来人。陆成，过去村里有些事儿，委屈你了。支书，我要的不是一句委屈。我家的3亩田，乡里什么时候给处理结果？乡里已经查明，那3亩田确实划错，按意见，田要退回你家。陆广福家今年已经插秧，收成按投入折算，缺后交割。哥，咱家的田回来了。他抢走的田没留住，他嫌弃的糖我养活了，他想抢的生意被我做成了合作组，这才叫打脸。下午县水产公司和我签了施工协议，村民们来看那张盖着红章的纸。陆成，这以后是不是能赚大钱？能不能赚大钱，要看大家守不守规矩。我们守，肯定守，谁坏规矩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我笑了，以前他们围着陆广才是因为他手里有田有关系，现在他们围着我是因为我手里有路。傍晚陆广才又来了，这一次他带着陆建民。哥，之前是我错了，饭店那批鱼的损失我赔，还有建民之前偷鱼的钱也再补一份，你看能不能让我们家也入组？3个月考察。还考察？要。我都赔钱了。赔钱是还债，不是买信用。你家想进，就从守堂、清淤、按工积分开始，3个月不出错，再谈入组。让我干活？你也可以不干。我干。明早5点，2号堂清淤，迟到1次，重来3个月。
陆广发父子拿着铁锹走出去，背影说不出的狼狈。我看着桌上的施工协议，真正的大仗还在3个月后。要是这批供货稳住，清河村就不只是养鱼，而是要把鱼卖到整个县。第一车供给县水产公司的活鱼出塘，天还没亮，塘边就站满了人。蒋经理派来的货车停在村口，车斗里放着活水桶。我拿着出货单对照木牌，1号塘草鱼80斤，小满记。记了。2号塘鲫鱼60斤，记了。赵婶儿签字。我这辈子头一回跟县公司做买卖，以后次数多着呢。鱼一桶桶称装，装车打编号。蒋经理亲自来了，检查完后当场点头。陆成，试供3个月，质量稳定，账目清楚。公司决定跟你们合作组签年度协议。年度协议，这是不是明年都有销路了？咱的鱼不愁卖了。哥，成了！我接过协议，看到红章落下的那一刻，心里才真正踏实。这一路从臭塘到县公司，没人替我走过。第一笔分红是在祠堂发的，我故意选在当初分堂那张桌子前。赵贵芬，分红48块。我家那半亩塘真挣了48，扣除鱼苗、饲料、人工后的净分红，账在这里，随时能查。王守义，工钱加分红62，比我做柜子还稳。大勇，首堂工钱36。发完第一批，门口已经挤满了想入组的人。陆成，我家糖也能交，我出钱，算一份。我儿子能干活，你收不收？合作组可以扩，但规矩不变。第一，账公开；第二，质量统一；第三，谁坏规矩谁出局；第四，亲戚不优先，穷人不歧视，能干守信才有资格进。我看见人群后的陆广才，3个月来，他和陆建民真去清了塘，人被现实磨过，总算知道低头。会议散后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声音比以前低了许多。橙子，3个月到了，这是建民这3个月的工分、守堂记录，还有糖水检测。陆建民站在他后面，晒黑了，也瘦了，没了以前那股混劲儿。哥，我以前不是东西，你要还不收，我也认。但我想学养鱼。哥，他这3个月没偷懒。你家糖可以试入组，但只占普通份额。陆建明先做工，不碰账，不管货。行，我听安排。记住，机会不是你求来的，是你干出来的。再坏一次规矩，谁说情都没用。我知道。后来村里的合作堂越来越多，县饭店、招待所、单位食堂都挂上了清河活鱼的牌子。梁怀山成了合作组的技术顾问。陆小满高中毕业后没有急着出去打工，而是白天管账，晚上学会计。我娘的病也稳了，家里重新盖了2间晾塘屋。至于那3亩水田，秋后交回我家。陆广福站在田埂边，脸上说不出是后悔还是心疼。我娘摸着田里的泥哭了很久。橙子，你爹留下的东西回来了。娘，田回来了，咱家的腰也回来了。年底清河村水产合作组正式挂牌。那天村口来了3辆货车，村民们排着队过磅、签字、结账。下一户，王守义。来了！当初谁能想到，村东那口臭塘能养出这么大动静？当初笑陆成的人，现在不都排着队送钱？我站在塘埂上看着那片水，2年前它还是没人要的臭水坑，村里人把它丢给我，像丢一个累赘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穷人最怕的不是烂摊子，是连烂摊子都轮不到自己。哥，县里说明年还想让咱们扩大。扩？还收塘？收。
但只守规矩的人。你现在说话真像老板。老板也得下堂。这时，陆建民挑着饲料从堂边经过。建民，慢点儿，那袋可算工钱呢。知道了。众人又笑，这次笑声里没有嘲讽，只有热闹。傍晚，蒋经理来结完了货款。陆成，明年好好干。你们这个合作组，县里准备当示范，我们不会砸招牌。货车启动，沿着村路往县城去。水塘里的鱼还在跳，像一车活钱。我娘站在院门口，银镯在夕阳台发亮。橙子，晚上吃啥？吃鱼。可别吃1号堂的，明天要出货。行，吃咱自家小堂的。那也得记账。好，记。那年全村人都说我接了个烂摊子，后来他们排着队把钱送到我堂边，而我只明白一件事：别人看不起的地方，未必没有活路。只要合同在手，规矩立住，人肯下苦功，臭水塘也能翻出金光。